嗨，大家好，我是小。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伙伴，有看过我们以前的影片，应该就会知道他是谁。他是佳慧。然后我们隔了2年，我们又坐在这边，然后一起录影片。今天这个影片呢，我觉得是很真实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不太敢这么的裸露的去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情况。但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心中一定会有疑问啊，就说也不是说疑问，就是其实用看就知道说，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在经营这个直销或者这个电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原因，有没有继续走下去，或是暂停还是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也是很真实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上你一定会遇到很多这样子的伙伴，或是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就是一起来面对它。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要透过他的分享，也是让大家更了解，爱多美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直销公司。那如果你对于直销公司，可能你本身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或是觉得说好像我们加入这个公司，我们就是一定要花很多钱啊，或是每个月都会就是要求你要付一笔钱还是什么的。如果你有抱持着这样子的疑问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好好看今天这个影片。如同往常，我们的影片都是完全没有 say 好的。实际上要问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看当下的一些 flow， 没错然后去选择我们要问什么问题。所以今天呢，这样我很紧张，不知道等一下会被问到什么问题。我也蛮紧张，可是我就觉得这蛮酷的啊，因为就是你只会看到人家去访问一些做直销或是做电商的人，做得很成功的人的一些访谈，可是其实大家都会想要知道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支影片应该也会给很多人力量。 OK， 你很勇敢还好啦，对啦，这就是很真实的，不是很像是就会经过包装，或者说只会是把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不是那种的人，今天我愿意讲出来，也等于说就是也敢去面对，然后也可以让有一样的疑惑的人也可以一起得到一些解答，这样子。你就是因为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你才会来找我所以我们都是很真实的人。对对。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我跟他的影片的话，我们最早的影片是在疫情那个时候，他从网络上来找我的。对。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我前一个租处，然后在那个小小的地方，我们一起做脸拍影片，所以我会把那个影片放在资讯卡。那是第一次见面，对吧？对，然后你就来我家了。对，好久了，大概应该有4年。天哪，应该4年，应该超过了。前情提要，好，我们在上一支影片2年多前，那个时候你刚结婚，你对于你的生活还有一些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影片的最后，对，你有跟大家讲说，到了31岁的时候，你要去达成我们的小销售。我们先讲结论，你有没有做到？答案是没有。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影片了。一刚开始会认识爱多美，就是因为家里本身就有在使用爱多美的产品，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直销，它是什么，我就是只是单纯的使用。然后是直到结婚之后，就很会希望说，自己是可以做一些电商，想要增加自己的额外收入，所以就开始上网，然后才会看到那个销的影片，然后就觉得，这个年轻人感觉很像。怎么讲，就是比较真实吧，就觉得年纪应该差不多，然后想来认识他，所以就有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样子。会想经营，就是因为想要让自己在生活的意识上面跟健康上面可以有一些影响力，然后也想要帮助家人，因为毕竟有一些长辈也会需要吃保健食品，这样我就觉得，那我就有爱多美，那我就可以透过一边经营，然后一边使用，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有额外的回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业，这样子。那你那时候研究直销，你对于直销的想法是什么？一开始会比较担心是会有业绩壓力，或者是说你一定要什么可能强迫推销，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各种业务不只是直销啦，都会面临的一个坎吧，就会觉得说好像你一定要讲到人家没话说，然后要让他买单，会在这个部分就会比较有一个
门槛，然后会觉得直销都是这样，就是会要你一开始感觉很像你先加入之后你就会赚很多钱，为了想要达标而一直去做一些推销的动作。对对，就是会一直这样负向循环，然后我会觉得这跟我的个性跟我就是想要的直销的是不一样的。那加入之后你觉得差别在哪里？我们只是用我们基本生活上会需要用到的买的东西去累积点数，然后达到对碰奖金，给自己的生活有额外的回馈，实质的回馈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跟之前所想象的直销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到了中段了，就是更生活上的好OK， 从那一次影片发完之后到现在其实2年多了。对，那你在这2年生活上其实有非常大的转折，没错。那时候的生活跟你原本预计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落差？直白来说是非常大的落差。这2年的我就是一个一直在努力生存下去的状态，对，就一直在东奔西跑，然后在可能正职兼职，就是一直努力，一直想要在现实当中去找到更多的收入，可以马上变现的，可以马上用时间换钱，就一直在用时间换钱，不管是早上的工作、晚上的工作什么，或是假日休假，能去做的我就会去做，因为我就是用时间买这些钱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让我自己造成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因为算是个人跟家里的需要，然后也会有压力，所以就觉得我需要有更多的现金的收入，然后可以去支付我需要负担的费用。所以这2年的我呢，就觉得我已经够忙了，不是睡醒起来就是在往上班的路上，好像这就是一个循环。那你要说好或不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阶段跟一个选择。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对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爱多美我没有要丢掉，或者说我没有就是什么经营跟不经营，因为我本身就是还是有在使用，只是说我现在的重心我需要去转换，然后我现在的目标是什么，我自己知道，我设定我这个阶段这1-2年这个阶段的我是需要这样子去比较辛苦。我其实也对于网络经营跟我社群我也都关起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多余的精力跟心力一直去想这些，然后可能也会给自己压力啦，就会觉得说好像应该要经营，但是我却没有那个能力经营，你反而会一直去自我的一个谴责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你说你要做，但是你没有做到，这样子会变成造成自己的心理压力，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就是关起来收掉，然后让我专心的在我现在的生存问题。所以这是这2年的我。其实我刚刚听你那样说，就是尤其是在社群媒体的影响力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它也曾经，也不是曾经，我觉得是一阵子，对，也会让我觉得很有焦虑感。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上面发的东西都太美好了，对，或是说你太常会看到其他人好像现在过的生活很好，我自己也会看了也会觉得有焦虑感。对，因为我们也不是说什么收入很高，所以你多多少少看到其他人好像生活过得很好那一面的时候，你自己也会觉得很紧张。然后以我个性来说，我就会想要知道人家是怎么样达成，那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达成，我就会一直去想我要如何去解决。对，可是这种东西它并不是说像刚他说的，我们短期我们需要用时间去换取金钱的这个阶段，你在做这种跟电商有关的东西，其实你很难是用这样子去获取报酬的。没错，除非你今天加入了这个公司，它是可以去卖货的，那也许你卖货卖一个东西出去，你就会有一个收入，卖出就有奖金。对，除非你是这样子的公司。可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那样子的制度，所以我们选择公司也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可能就要去找很多的方法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曝光，要在网络上去曝光。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难，方法真的很多，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那这些全部都是需要长期的时间累积下来，你才会知道怎么样是适合自己的。所以之前呢，我就有在群组上面去分享。我那时候也问了 ChatGPT 说，如果我现在是有一个正职工作的人的话，那我想要额外赚钱，我有什么样子的方法？他就分享给我，他就说，其实我们赚钱就是有
3种：短期、中期跟长期。对，那你刚刚讲的用时间去换取金钱，这个就是短期。我们可能可以去跑 Uber， 可以跑外送，然后我们可以去接家教，我们可以去餐饮业工作还是什么的，这个就是你可以直接用时间去换取金钱。可是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可能最终我们可能最大的数字，我们就只能赚到那些钱。对，那接下来可以的话，就是把你赚的这些钱有余裕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变成一个中期的一个投资，例如说把这些钱拿去投你信任的股票或是 ETF 基金等等。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就是会做一些电子书的那种东西，那个你也是需要花时间。对，可是一旦你中期的这个系统建立起来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钱了。最后长期其实 ChatGPT 它说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建立你的系统。没错，这个系统就是不管你今天是电商系统也好，你想要去做 Momo 的购物台，你想要去做什么雅虎奇摩购物中心购物台，你假设有一笔钱，你可以去建立你自己的网页，你自己的电商，然后也有一笔钱你可以去买货囤货。那也许你这个长期累积下来，它可以变成你睡觉也能够赚钱的一个系统。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我们在经营爱多美，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没错。那既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自己建立一个很完整的系统，我们就去运用现在已经有的这个系统，而且是我们也很喜欢系统，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来投入爱多美。所以其实经营这种系统的模式，它就是一个长期的。那你如果前面你有一个生存的一个状况，你需要去应付的话，那我们就是先去往短期去找。可是我们一定要有意识说，我们的时间它就是有限的。那我们就是要尽可能让自己能够去找到一个中期跟长期的一个收入来源。没错。所以你刚刚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蛮有感觉的，而且不知道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就在我刚刚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开始这一 part 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这样你要哭是不是？一点点，就是因为我知道很感动，不是很感动，是因为我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知道你经历了哪些事情。结果现在是我在哭，是不是？没有啦，不会。对，我知道这是你自己经历的。那我相信，其实很多的人其实也都在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要说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他看社群媒体，就算是看到我的好了，我可能一天当中，假设我发了10个动态，我可能有5个动态都跟爱多美有关。那也许他看到这样子的动态，也许他自己也会有压力。就算我应该没有给你压力吧？没有啦。没有，真的没有啦，因为我就是还是会看。会想要知道说现在可能大概的样子，或者是现在的销在做些什么，就是我还是会看，只是会知道说自己是好像没有那个余力再多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的个性关系，或是我们这样制度的关系吗？因为大部分的人大家都是从网络上认识，那我们如果不在同个县市，就算我们在同个县市，我们可能也很难见面，那更不用说那些几乎没有见过面的人，你要怎么样子可以跟对方关系变得比较好，或是说能够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可以从伙伴变成朋友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双方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没错，所以可能来找我的有这些人，但是可能有一半的人他们本身可能不了解爱多美，加入了一阵子发现没有办法领到钱之后，他们可能就离开了。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去强迫他们，或是一直不断的去骚扰他们说什么你要进系统啊，你要怎样，其实都没有。就是我们大部分在聊天的东西都是比较生活上的东西了，因为我们就是已经是不只是伙伴了，我们就是朋友了。但是他们应该也都会知道说我们就是会一直在这边，所以他们随时想要回来或是怎么样，我都会在这边可以给他们一些解答。在这不见得这3年我也没有就是很强迫他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也算是体贴我知道我的状况，然后也不会说要强迫我说你应该可能前面可能我们的曝光啊，我们做的这些影片，这些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然后会希望我说能够一直在荧光幕前，就是其实这些都没有，等于是说我们给彼此一点选择，对空间，然后能够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状态，现实状态。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
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你会这样想吗？会觉得说，哦，现在可能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吗？会吗？就是我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在经营，就所谓的经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完全、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因为我觉得你没办法，因为你需要的是立即的钱，对。可是经营任何的组织行销都一样，我觉得上线团队都是在旁边辅助的。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给下线钱吗？对，我说也没有说多到非常多，我要怎样子去给现在有经济压力的？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真的很多都是需要靠自己的行动。然后就像刚刚前面说的，爱多美不是一个卖货买货的一个制度，对，我们不会有差价，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还是必须要靠自己去分享这件事情。那有很多人就是会卡在这一步，自己用的东西没有很多，再来是自己不会去分享。那你如果不会去分享的话，你的业绩要怎么来？没错。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你都已经忙成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难，没有办法给你当下有一个实质的一个那个。那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完全不会叫你那个，可是今天我们更新了他现在的状况，那我也知道他现在新的生活状态大概变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会一直跟你们说，我看到的你们的可能性可以往哪个方向走，对，然后可以去找什么样子的资源去合作。可是实际上还是必须要透过你们自己有去做这件事情，才有办法，我才能再给更多的一些想法。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他们本身没有想到自己能够这样子做，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可惜。可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于说，我好像可以去帮你们看到你们可以怎么样子去做，对，让你们有一个机会的感觉，觉得好像说其实我不是说我完全没有机会，其实我还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其他的方法。像刚刚我们讲那个方法，也许就是一个方法嘛。那这样子你就会燃起，就是这个伙伴他可能还会觉得有一点信心，可以想象到说，好，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他成功的话，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画面。我觉得有这个画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跟董事长一直在跟我们讲的说，我们要先刻画自己的梦想。就我觉得不管今天你是在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就是要有一个目标感。你不用说你要有一个很大的梦想，说我要在我2年内可以买房子，不用，你就是一个小小的目标。那你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你就会有一点点成就感，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继续往下。对。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先想到说我们想要怎样的目标或是怎样的梦想，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过。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想，可是想到我还想要做什么事情，我还想要享受，想要体验什么样子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突然那个多巴胺就上升了，我就突然很有动力。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想一下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想要为谁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还蛮好的方法。那接下来等到他自己生活上已经开始变得比以前还要更有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我相信他自己会去主动去找我，或是主动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他对于未来还是有想象的。有些人可能会想要知道，那你这3年你都没有去经营的话，有没有什么每个月都需要付款啊，或是有什么压力啊之类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在爱多美真的你不用想太多，就不用担心这些，因为答案是没有，你没有什么一定要买多少，有什么业绩，然后有什么压力，其实没有。但是你要说我有没有离开爱多美，其实没有，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它就一直都在。不管是我家用的这些卫生纸、基本的保养品，或者是洗发精、沐浴乳，这些好像要看不到它很难，它都在我家的任何一个角落。这2年的状态就是，我要买什么生活家用的，我还是会打开我的爱多美的网页，然后我会去下订单，不用刻意经营的状态之下，我还是有领得到对碰奖金。要说是可能强迫或者是额外你必须得去消费的状态是没有的。所以这3年下来其实是没有亏钱的。没有。就是会觉得说这就是我选择的爱多美的原因，就是它就是融入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不是一定要强迫你要买什么达到什么，然后才可以持续领到这些，其实都没有。我都会跟人家讲说，你要在爱多美吼，对，你再不想要领钱，它都会让你领到钱。对，你只要购买你需要买的东西，然后累积起来，它就是会给你一笔奖金。
就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哈久或是怎样子才一次，但是这就是多出来的，可能去兼职我必须花我这个时间，然后才能够有的这个收入，但是我只是上网订购累积点数，我就额外的这一点钱，它也是钱。如果你今天想要重新开始经营的话，你的这些账号啊，或是你累积这些点数啊，就是你这3年都没有碰到的这些，它会不见吗？不会不见，它是一直都在，只是说就是最基本的就是1年一定要消费一次，无限金额的。对，就是只要你有消费，就代表说就是你还是有在使用嘛，不然的话你要这个账号要干嘛？就是放了百年不动，也没有什么啊。对，所以公司的制度就是说你1年至少要消费一次，你有购买一个产品一个卫生都好，所以如果说你有在使用，其实这个会员这个点数是不会归零，不会消失。你会怎么建议那些会怕受伤，然后或是说在观望想要有一个额外斜杠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实际成为会员之后，你就会感受到它真的跟你所认知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怎么说，那你可能还是会有害怕，你可能是还是会想很多，它是不是都是演的啊？或者说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是会员，所以我们才会这样讲？一定该有的脑补跟剧场一定还是会有，但是我的建议是，你先用看，然后使用看看了，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差别是什么。我问你哦，如果现在这个状态啊，还没有认识爱多美，你觉得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些规划或是什么的，你觉得会有差吗？会有差别，差别在于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观念欸，就是再怎么样，你一定会希望自己能够不是只是用时间换钱，因为时间都是固定的。然后你会觉得说，你就再怎么样，你都会想到原来有一个这么简单的就可以赚到钱的一个系统，会想到它，会瞬间就会想到，其实还可以跳脱时间的限制，然后有一个平台，有一个系统是可以有机会让你多赚，可能那1000多块、2000，就是先从小钱开始，然后有机会可以成长的一个幅度。因为就像我假设这2-3年的时间，我也换过工作。那换过工作的时候，我现在已经成家嘛，已经就是有家庭。我在选工作，我一定是希望说我能够找到的不是只是领固定薪，固定薪你可能就会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确实赚钱都比较辛苦。那基本薪、固定薪就是长这样，你就会觉得好像就真的只能这样子。然后你可能放眼望去5年、10年，可能你等的也都是可能3节奖金、年终奖金。今天这是我没有爱多美的没有认识的情况下，我选择的工作，我也是希望说能够是有一个涨幅空间，就很像有什么销售奖金、业务奖金，有机会让我从基本薪往上涨的幅度。那这个幅度当然就攸关到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何况是认识爱多美之后，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认识这个系统的差别就是在于我还有一个底气，就我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假设说我现在还要兼职嘛，我还是需要兼职的状态下，它不会剥夺我需要去兼职的时间，那我额外我还可以多领这个回馈，我就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底气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你如果真的想要赚很多的钱，其实都脱离不了业务。但是业务这个能力，它是就是需要被培养，也不是说每个人想要做业务就可以做得很好。没错。可是我觉得在爱多美，其实我们也都是业务，我们推广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没错。所以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你在做其他的兼职的时候，其实就算你只是随手拿个湿纸巾给人家，你都可以去跟人家分享说，就是这个湿纸巾很不错，然后我们在这边买，我们可以一起累积，然后可以变到就是变现。所以它不需要有你太多的专业知识跟技能，你都可以很轻松自然的去跟人家分享你平常在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爱多美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一个事业。就是没有门槛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用非常专业，但你也可以很专业。你可以对于保健品，你可以很有专业，你可以对于你的肌肤的管理很专业。那这个就是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踏入这个事业的门槛，它其实真的非常的简单。没错，就像他刚讲，这些全部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对，如果他想要踏入的是他很喜欢跟健身跟运动对这种有关的，那他可能多了一点知识之后，他如果想要去教人家如何重训啊，想要怎么样维持肌肉，一定脱离不了我们要如何吃东西。对，那如何吃东西，如果他又是一个可能蛋白质摄取不够多的话，那他可能也会去跟人家推荐说，好，也许你可以喝个这个鲜活 2.0，你可以多去喝一些代餐，或是多去喝一些高蛋白的东西，那它也可以帮助你在你想要长肌肉的时候，它会多一点帮助。那就算我今天是美容行业好了，那更不用说我们的保养品这么多，全部都是可以很好去利用。那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是妈妈，那我们有很多小孩需要用的东西，例如说我们的抗菌湿纸巾啊，我们的儿童益生菌啊，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融入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你想要去踏入爱多美的这个事业，它其实一点都不难。爱多美的这个事业，我觉得我们只能用嘴巴跟你们讲说，它的制度就是这么的良善。对，可是我觉得它的背后其实有很多更深入的一些核心思想，是我们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些全部都是需要亲自的去体验。你想要更了解爱多美的这个系统，或是爱多美的经营者，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人，那也许我们就可以去参加免费的一日研讨会，然后或是说我们可以去参加2天1夜的成功学院。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间公司，或是韩国的总公司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就像报道写的这么好，他们都获得了那种职场上大家最想要去的工作环境。如果你想要去验证，那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去韩国去做采访，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想不想要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全部都在这边等着我们去拿。经营爱多美不代表说你要去放弃任何一个工作，而是它是可以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我刚刚这样子讲完，突然有一种好像放下了这一段的感觉，好像又可以重新开始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其实说真的，刚开始要准备按下去要录要讲的时候，我的心跳是真的蛮快的，就是真的天啊，我要怎么讲？就是毕竟这是个人的事情，所以会有一点觉得我要怎么表达，要怎么讲，或者是说要这么的赤裸，要想要传达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审视自己的这个阶段，其实是要很勇敢的。对，所以现在我会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对，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因为现在才可以这样讲啊，但是那个历程那个过程是怎么走过来的，真的是只有我们自己才会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就像肖说的，就是他都会在这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压力的存在，但是你只要来找他，他都会回应你，会告诉你。他每次都会呛我说，不是只有爱多美才联系吧，就是你知道日常，他的意思说就是日常生活中工作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就是朋友，所以不是很像找他，我们找彼此都一定只能讲爱多美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这才是就是很真实的陪伴，而不是只是说我认识你，而就只是利益的角，你是我的上下线，然后你可以为我创造带来多少什么价值，不是只是这些数字或者是利益，可能也刚好就是有缘分跟同频，所以能够这样子彼此真的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会这样子讲，就是我们不要找对方的时候都只是刚好爱多美上面有事，是因为我一个很好的从国小开始的同学，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读书跟出社会，其实大家都分开了。对，你如果没有真的很有意识、刻意的去联系的话，那其实这一段关系可能就会慢慢的淡掉。没错，他也是爱多美的会员，那我们不是1年要消费一次吗？对，如果没有消费的话，可能会籍就会消失，对不对？在他会籍要消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的会籍要消失。这对我来说，它其实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告诉你。可是呢，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在做其他联系的话，就会让对方觉得说，我们好像每一次聊天的时候都是只在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跟我讲说，他觉得好像
看到我的时候都是在讲爱多美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一部分觉得我其实也蛮委屈的，因为我们平常有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主动来找我，对。但是你知道，就像我们现在其实年纪大了，加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很忙，没错。其实说实在的，你不会有太多的心力，去听人家很多的。类似说抱怨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好的时候呢，人家也不会特别的讲说，哎呦，我最近过得好好，怎样子？对，我去了哪里，我买了什么？谁会无缘无故跟人家讲说我今天心情超好，根本就不会私下讲这些。所以那时候当他跟我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一部分觉得很委屈，但是一部分我觉得好。如果我今天我想要让我的伙伴感觉说，我不要都是因为爱多美事情而找他们。那我就是必须要刻意去维持这个关系，可是这个刻意不是说我们两个感情没有很好，然后我跟你维持好的感情，而是说今天刚好可能看到，哎呦你出现在 IG 上，我可能就是会回复他一下，虽然他很常就是不读不回我，或是过了很久才回我，但是就对啊，那也没有差，所以我觉得要做好组织系统，并且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觉得真的超级难，真的不容易，真的。我觉得刚好也好在说，爱多美这个系统，它就是一个没有赚人家钱的系统。如果我们今天又真的是上下线，可能又会抽对方的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关系会变得更复杂。对，我们就没有办法，很难像现在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觉得爱多美这个系统真的是需要让很多人知道的事业，没错。也感谢他让我们这个频道有这个机会记录他的一个过程的结束。OK， 对，没错。接下来那种韩国团体都会说，接下来就是走花路。我也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之前可能是什么天堂路，对，没错，过了那个天堂路，我们现在就只走花路。所以呢，生活还是有很多会磕磕碰碰的地方，但是我们都还在这边。希望下一次的影片不要隔太久，可能1年之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韩国参访。对，现在不敢那个了，对不对？对，现在不敢讲，因为等一下又留底，然后再被挖出来说，你知道你那时候说你31岁要达到什么？可是人家都说你的目标不能设那种唾手可得的，最后达成可能会更少。好，我们可以计划一下2年内，好吗？2年内可以去参访。好，可以，2年内可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希望有给大家更多的一些真实情况的一个参考。我们就影片就这样咯，先这样。好，大家拜拜，拜拜。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n.